像在 Google Search 那个 algorithm 吗？对，没错，就是它演 Charge 算 the 法。algorithm。嗨，要不要自我介绍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恒之。那我现在在 Google Brain 团队担任技术总监经理。但是重点，你是谁的表哥？这个我是这个江湖人称李小忍的表哥。如果常看我们的影片的话，你们就知道我们会一直出现的一个角色，他叫做李小忍，这个是小忍的表哥。你在 Google 工作总共有几年了？我在 Google 大概已经5年了。5年了。对，在那之前，我是在美国 Carnegie Mellon 念 PhD。在之前的话，我一直都在台湾的。然后博士念完就直接在 Google 工作，对不对？对对。然后 Google 是直接在这里吗？美国这里？对，直接在美国旧金山这里。没错。而且你工作的经验只有 Google， 在 full time 的经验是 Google。对。关于生活方面的话，What surprised you about America when you first lived here？ 就是我到学校，我进一个 meeting room， 就是开会，然后大家学生到坐好，然后那个一个老教授最晚进来。我们一般台湾的教授来，赶快起立嘛，教授请坐，请坐。对，就是没有人动，然后教授就自己坐在地上，就在最后面。蛮惊讶，就是台湾感觉长幼有序，阶级跟年龄的这个观念比较重。在美国的话，我觉得比如说老师的学生啊，或是可能主管跟同事之间都是比较平等的。你刚刚来 Google， 他们 hire 你是 What's the job title？ 刚进来的话就是 software engineer。software engineer， OK。对，一开始可能负责一个现在大家比较知道是 AI 人工智慧。对。那我们用人工智慧去改进我们产品的推荐系统，像是 Google Play 的 App Store，然后 YouTube。所以你是负责，不管是在 YouTube 上，但是可能像在 Google Search 那个 algorithm 吗？对，没错，就是它演算法 algorithm 不是 in charge。对，这个等一下，突然间阿弟 ，OK， 阿弟来，小我觉得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我觉得我们来聊这个，那个手铐先铐起来，我们先抓回家讨论一下。其实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原本想要说这个主题是想要给台湾的朋友想要来美国工作的人，但没有想到你的工作是完全跟你们是非常有关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完全要改整个主题。等一下，我要问一个问题。我觉得你想要问很多也没问题。演算法是不是真的会比较去倾向推荐观看时间很长的影片，还是说会依照这个人他平均观看时间是多少，我就推给他平均那个时间的影片？观看时间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嘛，其实不只有观看时间，还有很多其他综合的。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只照观看时间去优化的话，那会有很多漏洞嘛。品质好又看得久的话，那表示使用者喜欢。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然后因为我们是在研究部门，那其实产品部门它有对产品的一些想法，就是怎么样对使用者是最好的。当然要考虑到就是防止一些滥用，所以我们依照产品的需求去帮他们。懂，就是因为你们是两个 cross， 然后再合作。我们是 cross function， 可以这样讲，就是例如说产品经理他可能去研究使用者，去市场调查，觉得说这样的产品是好的。如果是用 AI 的话，怎么去帮助往这个方向？对，往那个方向去优化。那有一个 list 嘛，就是哪一些 indicator 是重要考量的？这个我们讲的一定是要公开的资讯嘛。对。那使用者跟这些影片互动的程度当然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他观看的时间长不长，他有没有喜欢，他有 like 还是 dislike， 留言对，或是dismiss， 就是说不要再秀这个东西给我看。但是我们如果在推荐的话，会考量哪些资讯呢？像使用者以前看过的影片，这个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资讯，因为我们之前团队有发表一些论文，所以这是公开的，有发表过的。像是例如说看的影片的顺序，可以看出一些使用者的喜好，例如说阿弟英文，然后突然对英文感兴趣了，他就看了很多其他英文教学的影片。然后每个人看一个影片喜欢的点可能也不同，推荐系统必须要抓出来。比如说如果看刘佩的宝可梦影片，可能就是他很喜欢玩 Pokemon 嘛，但也有可能只是因为就是刘佩比较帅，他就不要没有啊，这个他哪有他付钱叫我讲的，没有啊，没有。好，然后还回来。对，所以就是要看说使用者喜欢这个影片是因为哪一个方向这样子。那你怎么会知道？就比如说你怎么会知道？因为是刘佩帅，他才喜欢看这个影片。这个有调查过，95%的人都觉得刘佩很帅。所以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说这个使用者，比如说他这个长辈，他一直都在看政治类啊、新闻类啊的内容，怎么样才可以出现
创作者的影片，怎么跳脱同温层的这种感觉？对，我知道的里面，像一个是增进多元，然后让他看看他会不会有兴趣。然后另一个当然是使用者可以透过搜寻，他如果搜寻了别的影片的话，那可能会推荐给他新的，或是像他看了一个影片，不是有自动播放，那里面他有时候虽然大部分会是一样的，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新的，看看使用者会不会有兴趣。但是如果他是以同温层的概念的话，他只想看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他虽然看到这些选项，他还是就不会点进去。那可能这就是使用者所喜欢的，没办法，产品应该也不会去强迫。对，很多时候可能我自己会认为，这集影片会表现得很好，然后但却是没有，然后就听到很多粉丝的留言说，怎么刘佩最近都没有出影片啊什么？但其实都是有，只是可能他们没有收到那个讯息，就是他们在首页没有看到你。Yeah。但我觉得今天这个最关键的一个就是使用者习惯。就他们最近看了什么影片，会决定他们的首页长什么样子。对系统来讲，你想，我们也不是会读心术嘛，我们怎么知道你使用者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如果有你的行为、付诸行动，如果真的付诸行动，点了阿滴或是刘佩影片，然后看了很久，那我们就知道你是现在是真的很喜欢，然后多修一点。很难啊，很难，好难。对啊，难啊，这是创作者的一个最主要的挑战。对啊，就是有创作者想要的东西，有观众想要的东西，然后有平台想要的东西，这三方的协调。但我觉得最重要，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观众的 action， 观众的习惯，他们真的，你们会愿意点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会决定一切，会决定可能我们的内容，会决定你们改平台的机制，那个机制，对 ，exactly，user first， 对 ，user first。感谢我们今天的访问者、受访者，放在我的频道上。OK，cool，thanks，好 ，thanks guys，谢谢。